欢迎同学们回来啊！我是潇潇，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全程班基础阶段的发展心理学的课堂。我们现在开始学的是第2章发展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第1章概论我已经用了不少时间给同学们展开讲了。那么我们第2章是整个发心里边的重中之重，这一块我会放更多的时间来把每个知识点都详细的展开来讲，因为这一块是一个5星级的重点有些年份将近1半以上的分值都出在第2章，所以非常重要，并且这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比如说皮亚杰、维果斯基他到了这个基础教育心理学里边还会遇到，这就是跨学科之间的重点，是重中之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你充足的认知资源，最好的状态来学习。焚香沐浴更衣，拜一拜老皮，拜一拜老佛啊，然后你吃饱喝足，精神一点，再来学这一章啊，不要随便打开，我随便听一听，我困得不得了的时候来听，那就不行。这一章在基础阶段一定要把所有的知识点展开的搞得明明白白的啊。主要是这一章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主要的理论，我们要学5大经典理论。5大经典理论并不是说只有5个人，你像经分里边2个，那行为里边3个，所以说它不仅仅是1个人那么简单啊，很多人。然后呢，后面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个发心争论的4大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简单了解一下，都比较好理解。最主要的还是在5大经典理论。OK 啊，你可以看到后面的代码，你看，尤其是老皮的后面跟了一堆啊，就感觉框架都要容不下它，特别多，是必考的内容，而且在大题里头考试的概率非常非常高。好，我们先来看经分啊，经分是一个特别有自己色彩的一个学科啊，相信很多同学在学心理学或者跨考心理学之前呢，就认识弗洛伊德，咱们的老佛爷，他是我们心理学里边非常有号召力的、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伟大的思想主义者。他是被称为改变人类思维的3大犹太人啊，一个他，一个马克思，一个爱因斯坦，都是特别牛的人物。好，这是弗洛伊德。他的这个理论，很多同学会吸引很多同学来学心理学，对吧？很多同学在跨考心理学之前就认为我心理学就是来搞催眠的，来搞这个释梦的，这个自由联想的，觉得特别的神奇，特别好玩，潜意识里边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又非常控制人，觉得非常有魅力这个学科哈。但是其实呢，我们当前的它只是我们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就是经分，而且现在经分很多的，它的理论呢，并不是说完全照搬的，是新经分。那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影响人类思维的人很深远的一个伟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掌握他的理论，不管有些理论是否现在依然在临床上使用。OK， 那我们说在考研的时候你要最好拜一拜老佛你把他的性学3论把他的这个梦的解析这个大部头的著作放在那里，你不看你也是一个镇宅之宝镇宅之宝。OK，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理论其实是非常的渊博的。你光看他的那个性学3论那里边的书，其实很多理论非常多，但是我们针对于考研呢，就给他梳理出来一个特别清晰的框架，1、2、3、4、5上山打老虎我们其实已经这个抽丝剥茧，把很多的东西给去掉的，留的就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当前依然有影响力的思维。1、2、3、4、5上山打老虎，一种驱理，2种本能，3种心理结构，4种研究方法，5个发展心理人格发展心理阶段。1、2、3、4、5，那最后我们再对他妄加评论一下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一下妄加评论一下这个伟人。OK，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一是一种驱力，这个驱力呢，换成它的原文叫 libido 我们如果用音译的话，就叫做利比多，很好玩什么叫利比多？力量比较多。如果意译的话，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性本能。本能是什么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不学而能的。那我生下来就带着这种性本能，它就是利比多，力量比较多，携带着数量一定的心理的能量。那这种心理能量有什么作用呢？后面一句话是它的功能，它具有驱使个体行动以获得满足和快感的作用。这个我们怎么理解你不要把性本能理解的特别狭隘，就认为一说到性就开始开车了，对不对？它不是我们狭隘的所谓的性而是广义的
吃喝拉撒睡啊，包括性生活，这都叫做性。就是让你机体感觉到很舒服、很满足的状态，它都叫做性。它是一个广义上的性，能让你活得更好、吃得更好、喝得更好，我找更帅的老公、更美的老婆，对吧？这都叫做性本能啊！你有这种性本能，其实是一种什么欲望？你有了欲望，才会站起来去干嘛？实现它，去追求自己的野心。我们英文词 aggressive 什么意思？野心勃勃的，充满欲望的，并且是什么争强好胜的。如果说一个人身上性本能比较强的话，他一定是那个什么动机很强，做什么事情都野心勃勃，同时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佛系的人，对吧？这就是性本能会驱使着你。如果没有这种性本能呢，那人基本上都是葛优瘫。我干嘛那么累的去考研呢，对吧？干嘛那么累的去追妹子呢？我在这瘫着多好呢。所以一个人身上如果性本能比较少的话，我们说好听了叫佛系，说难听了他就是一个废柴，一个 loser， 就瘫在那里。好，性本能是一切行为的最根本的动力。我们为什么要出去找美食？因为我们饿了，我们想吃好吃的。我们追妹子为什么？我们想找漂亮的老婆。它给了你行为的动力，包括你认为高大上的考研，它也是让你干嘛？过得更好，对吧？过得更好，社会地位更高，吃更好吃的东西，这个娶更漂亮的妹子。这就是他认为的性本能功能，包括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也是起源于性本能的。一切皆可性。你比如说这个也可以去解释，现在日本就是公认的低欲化社会，它的竞争非常激烈，压力很大，导致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不想上班，对吧？不想这个挣钱也不想去这个结婚生孩子，就在家宅着做死肥宅，有的时候连死了别人都不知道。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没有性本能的驱使，它其实也是很可怕的。那这个社会以及人类就不会再发展了。所以你有一定的烟火的欲望，会让你整个人活得非常有劲头包括我们现在去野心勃勃的去考研，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这就是利比多的作用所以说你记住，什么叫利比多？性本能。那性本能有什么作用？驱使个体行动以获得满足和快感。OK， 那两种本能，为什么性本能之后又出来生本能和死本能呢？是因为这个学说进一步的发展，弗洛伊德目睹了世界大战他流亡去了美国去避难，他看到了人性的残忍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于是性本能分成了这个生本能，并相对应的提出来了死本能。所谓的生本能就是性本能，我们要过得更好的那种吃喝拉撒性都要更好的东西，这是生，让你往更好的地方走。而死亡本能呢，它表现出来各种破坏力，追求生命的终结，对外指向对别人的攻击，对内指向自杀自残，对吧？你是否有一个某一时刻非常疯狂的一个时刻，就感觉赶紧的毁灭吧，累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杀红了眼的这种状态，这就是人本身就有一些死本能。OK 这是两种本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两个去做理解就可以了。到了三种心理结构，这是需要备注的给你3颗星，一定要把它备注。而且我已经给你捋出来了一个非常清清爽爽的表格，我们通过4个要点，这个人格的名称，它遵循的原则，它所在的人格的位置以及它的功能。功能呢，我们主要是背第一句话，后面去理解它OK， 本我、自我、超我，我们随着年龄的发展，先说本我，生下来就是本我它是完全被性本能支配的，它遵循的快乐原则。你想一个小婴儿对吧？一个小朋友能有什么坏心眼呢？他就是为了快乐罢了，对吧？什么叫快乐？怎么会快乐？就是本能的需求的直接满足。我饿了我就想吃奶，我渴了喝水，对吧？我困了我就睡觉，我冷了我想得到温暖。这就是我一定要马上直接 right now 满足，而不可能会延迟满足，对吧？他不理解那个妈妈正在给他喂奶的路上，你再稍微忍耐一下，不会的。如一个小婴儿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本我，我要马上吃到，吃不到怎么办？哇哇大哭。所以年龄越小，你的这个本能就越强烈。好，那有的时候它现实确实不允许呢，它就是一种什么一级过程思维。就是你确实妈妈还没有赶过来，你这时候饿了，你在那儿哭，你可以通过一级过程思维
来去满足。这种一级过程思维的特点是不理性，没有任何现实逻辑性，包括做梦和幻想。饿了怎么办啊？睡着呢，想吃奶了，那个嘴就开始叭叭叭的嘬空气呢，或者那个手呢就这个不由自主的朝着那个奶瓶的位置伸过去了，就是做梦。还有一种是幻想，哎，怎么办呢？我把这个大拇指当做奶头啊，叭叭叭的嘬呢，是吧？这就是一种歪歪的状态。我就通过这种不现实的方法来满足我特别强烈的本能的需求，对吧？这叫一级过程思维，没有逻辑性。好，那你说我现在长大了，我很成熟了，我没有一级过程思维吗？不可能有。你想想你脑子里的那种小歪歪，哎，分分钟写这个上万字的小爽文出来。这就是也是通过你的幻想啊，那些单身狗们通过 YY 满足了自己，对吧？对另一半的需求，这就是你一级过程思维在成人身上依然会有，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爽文而已，并不是现实。那小朋友不知道啊，小朋友甚至要把它当做是一个现实。它处在哪里？人格的最深处啊，我们所以有的时候看不见摸不着，它就是一种自动化趋势，你有的时候是意识不到的，这是在最深层。好，接着往下，当本我在现实中不断的受到摩擦，摁到地上摩擦，然后摩擦了2、3年之后，那么自我逐渐的分离出来了。自我遵循什么现实原则？我认清了现实是什么东西，它处在人格的中间位置啊，它非常辛苦啊，因为它的功能呢，它要寻找一种现实的途径来满足本能的需求。什么叫现实啊？你要遵守现实逻辑性啊，有理性。你比如说你在上课呢，你正听肖老师讲网课呢，就说你突然想到了这个炸鸡，脑子里想到这个不行了呀，马上就想吃啊，这个哈喇子流的满嘴都是。但是你有自我，对不对啊？你有自我，那这个时候你要思考过去的经验，计划未来的行动。你不可能说我马上吃到，我吃不到我就躺在地上大哭大闹，或者是我就开始幻想了，或者是开始啃自己的手了，不会的啊！你用2级过程思维，那你这个时候想，我再忍耐一下，我延迟满足，我听完这一段，我马上摁住，我点一个外卖啊，外卖可能还得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点完之后，我再听半小时，然后炸鸡就来了，对吧？所以说我有这个点外卖的经验，我计划未来的行动，我就可以得到它。这是2级过程思维，理性计划逻辑。对吧？理性计划逻辑，这就是我们一个吃的演变，可以延迟满足了，要遵守现实的原则。好，那再接着往下，再过几年，4、5年之后啊，这个孩子逐渐的被父母教育的，这是好孩子，这是乖孩子，那是坏孩子啊，你不能做什么事情。那么超我就逐渐形成了，他遵循的是道德原则，位置是人格的最高层，就像一个司令官一样，我高高在上，占领道德的高地，不断的批判本我，不断的监视自我。它有2个内容组成，2个部分，你要记住，一个是良心，有没有摸一摸啊？一个是自我理想。它们功能正好是相反的，良心是消极的啊。为什么良心就是消极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感受到良心的存在？是它疼的时候，它批判你的时候。当你不遵守道德原则，你的良心会疼。你比如说你考研呢，结果你跑出去浪去了，浪了2天，前2天还挺开心，到第3天浪不下去了，因为你这里开始疼了啊，人这个是玩什么吃什么都不香了，这是良心起作用了。督促你赶紧回去学习吧啊！其实这个作用对我来说，我自认为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经常就是我如果在我讲课前几天不非常全力以赴的备课的话，我的这个良心会让我非常焦虑啊！真的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香了，就是我必须得在那儿老老实实好好备课，我才能感觉到内心的平静啊！这就是一种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自动化的机制啊！所以说小的时候有这个东西，你长大会非常自觉。你玩你都玩不下去，那自我理想是什么？是积极的，是促进你的，会让你觉得很燃、很有热血的。我为什么考研？我要考好学校，我要考北师大，我要考北大，我考中科院，我要成为中国的心理学者，伟大的心理学者啊！想想就非常激动，对吧？然后这是每天让你觉得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我要往前冲的。这2个共同配合，让你追求很完美的一个更好的自己，一个完美的自己。那它有什么功能？2个功能，一部分抑制本我，
本我太那个巨婴了，对不对？他老是特别任性，他提出来的要求总是耽误你的正事儿，所以我要抑制本我。那监督自我，我看监督，因为只有自我是派出来工作的，对吧？其他两个都躲着，一个躲在下面，一个躲在上面。那只有自我是出来办事的，所以说我要监督着自我有没有按照我的道德原则去行事啊，而不是悄悄的释放本我。OK， 这就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三我。这个时候我要澄清一个知识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人格的这个三我在人格的位置，对吧？一个是底，一个中间，一个最高层。那这个人格位置并不是和我们在普心里边学的意识、潜意识和潜意识直接对勾的啊，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学这个意识冰山，大家记不记得啊？在普心里边学的意识冰山，露在这个冰山外面的一角的是意识状态，那么在这个水面、海面上下浮动的是潜意识，它有需要它就跑到意识里边，没有需要就在底下埋着。那么人格的幽深海洋里边呢是什么？是潜意识。你潜到深深的海底，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是潜意识。那么我们的三个我，并不是说超我在意识里边啊，自我在中间，本我在下面，它跟我们说的人格结构是不是一样的顺序的？本我确实，这个里的本我确实全都在潜意识里边最下层，而自我呢，它是我们的在现实里边的办事处，所以说自我基本上都在那个自我基本上都在这个意识里边，而超我不一样，大家看到了吗？超我意识里边也有，潜意识里边也有，潜意识里边也有，超我非常强大，因为它既要看着自我，又要看着本我，所以说它在整个冰川里边都有啊。这一点要请同学们在这块做一下梳理，要不然你很容易就认为超我它可能就是在最上层的，不是，它是贯穿了三层意识里边都有你的超我。就是当你良心一疼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疼？这个时候超我就跑到意识里边去了，对不对 ？OK， 那我说一个健康的人格结构，这三个我应该是在自我的协调下，他们都有弹性的。如果说我只有超我特别强大，那会怎么办？你就是一个苦行僧啊，就是强迫症，追求完美，把自己累死啊，你都不觉得自己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说超我会把你累死。那本我呢？如果你放纵本我，你就真的就是一个巨婴，就是世界万物皆你妈，别人都得让着你。那这种的人就特别讨厌。那怎么办？自我的调节下，我基本上能够符合超我的原则啊，然后这个驾驭本我的能量往好的地方走。那么在我很辛苦的时候，我也能适当的释放一下本我啊。考研很累了，我整天努着这股劲儿啊，那我适当的小放纵一下吧，给自己吃点垃圾食品啊，炸鸡火锅啊，犒劳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的。这是为什么过劳肥，对吧？当你很累的时候，因为你的自我全都是精疲力尽的在完成超我给你提出来的各种的学习任务，那么我吃得上就本我就得稍微释放一下，对不对啊？你这个时候才是健康的，不要是说特别僵硬的，一定要有灵活性。好，这个是人格结构。那我讲了很多的题外话，是帮助同学们作为理解的。那我们记的话就是4个要点，一个表格就 OK 了。甚至1级过程思维、2级过程思维的特点，你去理解它，不用去背诵在里边。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走。4个研究方法，这个也去做理解啊。我们说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就是很玄妙。它叫做在躺椅上的心理学啊，背是你的来访者躺在这里就可以了。哎，我们有一个口诀可以直接串出来4个研究方法，叫做躺在床上临床观察法。那催生梦想，哎，躺在床上你就可以催生梦想，多好啊！那这个床说了，催是催眠，那这个生是生活使法啊，梦是梦，想是自由联想。像这种的，我简单说一下催眠啊，就是我们平常了解的很神奇的，把你的意识给催眠了，把潜意识释放出来。它跟睡觉不一样，睡着就失败了。那释梦就是你把你的梦境里边的那些东西，那潜意识它是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在你的梦境里边的。比如说弗洛伊德泛应论就出现了，哎，如果你梦见一个高塔，哎，你是性饥渴了；如果你梦见一个山洞，哎，那也是性饥渴了；如果你梦见阳台上的2颗梨子，你也是性饥渴了，对吧？啊，这个具体我不解释了，你想了解它，你看它的性学3论。
好，那这个是释梦，也是分析潜意识，包括自由联想也是啊，让这个来访者躺在这儿啊，开始没有主题的自己说着说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真心话吐露出来了啊，这也是把意识的成分尽可能的减少，把潜意识释放出来。好，那生活使法是什么？生活使法他非常看重这个来访者，就是他的病人，他的童年经历，他认为童年经历会对人格有一个决定性的塑造啊。然后呢，他会把很多的受创伤的人归咎于童年期受到了创伤，甚至是性创伤，对吧？他的一个来访者安娜欧写了一本书，一个个案写一本书，安娜欧的故事，就是这个安娜欧长大之后有很多的癔症，什么幻想啊、肢体僵硬啊，结果追溯，就是童年期受到了性创伤。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治疗好的第一步。再接着往下看啊，躺在床上催生梦想，我们来看这一块对我们发行来说最重要的。我说3个人格结构呢，它可以联系普心的人格，而人格发展的5阶段呢，是我们发心里边所特有的啊，这一块一定要把它当做重要的知识点。它是以什么为发展？还是用性的发展？性就是性本能嘛，利比多。那它通过利比多释放的身体部位。就是你哪个年龄，你的利比多跑到哪里去了，你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点，很神奇，对吧？把儿童从0到18岁分为5个阶段，我们来看，挨个的来看。首先第一个口唇期就在这里，嘴巴这里，0到1岁，0到1岁。他认为利比多先从哪里？从嘴巴。那当然了，你生下来就要吃奶啊，吃奶是不学而会的，你还要学吃奶呀，你也没法活着了，对吧？所以说这一块吃奶和吸吮会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快感，他就一直叭叭的吃奶。那到这个再长大一些呢，对吧？他能够捞着东西了啊，手部动作灵活了，他捞到什么东西就放到嘴里，捞到什么东西都放到嘴里，嘴。那个腿可以啃，脚丫子可以啃啊，小动物可以啃。你给它一个屎坨坨，它也会毫不犹豫的放在嘴巴里啊，就像一个大嘴怪一样，吞噬一切，通过嘴巴来认识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利比多很明显的集中在哪里？你的嘴巴上，口舌唇满足你最大的快感。OK， 那接着再往下有一些特点，它是延伸的。比如说在半岁前呢，他的世界都是无对象的啊，他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分离感。他认为这个孩子认为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啊，我唯一的念想就是能够得到快乐、舒服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一块他的世界是完全混沌的，物我不分的。好，这是口唇期。我说你早就远离了1岁了，那么口唇期的人格特点你还有吗？还是有的，在成人身上还是有一些遗留的。比如说你那个跟你的CP 啃来啃去接吻，甚至是抽烟喝酒、啃指甲这嗑瓜子儿这都是这个口唇期的一种延伸都是一种口唇期的延伸。我们依然可以在嘴巴这块得到的快乐。那我曾经有2个来访者就是当我知道他们有就是他们2个来访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啃东西一个是啃自己的袖子，一个是啃这个被子，自己睡觉的被子被啃的那就感觉跟一个蜘蛛网一样。那这个袖子啃的跟一个丐帮的乞丐似的就要啃得很舒服。当我后来才知道这2个来访者，他都是在这个小的时候很小就被妈妈抛弃了被别人收养了，从小没有吃过母乳就这一点验证了这个我学过的精分的理论的时候，我觉得哇塞，老佛真的很厉害，很神奇，对吧？你会把一些理论在生活中有验证的时候，你会觉得确实牛。好，这是口唇期。那么我接着往下走，它只是1岁，那么再往下长到这个1到3岁很快从嘴巴就跑到肛门这里快去了吃喝完之后就开始拉撒了。排泄这个时候给儿童带来最大的快乐，很多同学不理解这个排泄有什么快乐的，那是你长大了，你忘了当时的快乐，对不对？你看1岁之后他开始走路了，开始学会这个自主能力了，其实他能够这个什么，就是不随地大小便，不这个尿裤子，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强的成就感的事件，他会觉得自己很骄傲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对他来说很大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那就很多的孩子就特别关注自己的粑粑有的小孩甚至要把自己的粑粑要接到自己的这个小碗里然后一开心来个奋发图强，他妈妈就崩溃了那像我的小贝是，
他也一到说妈妈我要尿尿就特别开心，一定要去那个玩具堆里选出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玩具每次都得拿一个玩具才能去坐马桶，而且坐马桶是这种的儿童马桶。他就感觉就像一个皇帝要登基一样，不能让我扶，一定要自己爬上去，坐在这里开始玩玩具那边才去尿尿，哪怕是1分钟我尿个尿，我也得前期准备了5分钟的时间。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他非常享受，就像皇帝登基一样，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说，真是这个时候确实是他很关注自己的拉屎尿尿的这种快乐哈。那再接着往下延伸，这个阶段是他学会如何获得爱、表扬和赞赏的关键时期。这个怎么去理解呢？这个非常好去理解。如果你要当了爸爸妈妈，你就知道，当你的宝宝能够定时大小便，不随意拉屎尿尿的时候你简直是感激涕零你感激他的不尿之恩。那随意给你尿到床上、尿到裤子上，你就是一大堆的工作量。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够不尿裤子不拉裤子，你这个时候一定会发自肺腑的去捧他的臭脚。哎呀，乖宝宝，你好厉害呀，妈妈为你骄傲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爱和赞扬吗？对不对？那接着往下，如果不能恰当的对待。因为有的父母他确实没耐心嘛，又尿裤子又拉裤子了，还暴躁抓狂了，那么会抨击孩子你傻是不是这么大了还尿裤子？那么这个儿童的人格就会残留着恐惧、内疚和蔑视恐惧、内疚和蔑视，因为他毕竟肛门它是一个隐私部位就比如说父母如果用很这个羞辱人的方式去批判他的话，那甚至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态性人格。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那个一系列的变态杀人电影叫《红龙》？那个红龙那个主人公为什么长大之后就去性变态去杀人？他小的时候就被他奶奶各种虐待。对吧？各种虐待，他一尿裤子，他奶奶就拿着剪子要吓唬他，要把他的小鸡鸡给剪掉，对吧？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得到了这种不恰当的对待的话，他很容易会产生这种状态就觉得是羞耻的，是可怕的。那再接着往下，这个时期我们成人身上也是有一些一些延伸的，就比如说有2种比较极端的，一个叫做滞留性人格，一个叫做排泄性人格。滞留性人格是什么？对吧？当你被管束特别严格的时候，一定不能拉屎尿尿，而且必须定时定点。那这种的压抑会让成人变得非常强迫，他自己收得很紧就是比如说强迫症洁癖或者尖酸刻薄或者是就比如说装在套子里的人，葛朗台那种的人，这叫做滞留性。他就像一个貔貅一样，只吃不拉，不敢拉滞留性。还有一种反过来了，就是天天到处拉，比较邋遢和放纵。就是你小的时候没有被管束过，你无所谓那个个人卫生一塌糊涂，想在哪尿在哪尿，想在哪拉在哪拉。那长大之后有可能是非常放纵自己的欲望，而且卫生情况特别差大家可以自由对号入座自由对号入座。当然这是2个比较极端的人格。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成长到性器期，3到6岁接着往下成长，3到6岁。那这个时候又来到了非常博你眼球的一个时期了。这个时候孩子在干嘛？在如火如荼的这个暗恋着，或者叫做明恋着自己的爸爸和妈妈。那这个时期是一个激动不安的时期。你学老佛的理论，你会觉得非常的觉得amazing， 或者是不可思议unbelievable然后你开始往里边套。那我们尽可能的往下解释它激动不安的时期，性器是它的主要的快乐来源，就是到了生殖期。那这个时候有同学会想，这么小的小孩子3到6岁就开始有性生活了吗？性器快乐？不是，它不是我们成熟的性冲动，而是倒错的。什么叫倒错的？他把自己的这种性的欲望投射到自己的异性父母身上去了。强烈的矛盾情感，寻求异性父母作为爱人，同时害怕并爱戴自己的同性父母，所以他这一块过的是非常的激荡的一个时期，对吧？就比如说男孩子总想取代自己的爸爸长大之后我要娶我妈妈，那让你爹去哪里？让你老子去哪里？我师兄有一个儿子，就是3岁多。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要把他爸赶下去，要他和他妈妈睡他爸爸连这个卧室的门都不能进要他在外面打扫卫生当一个打扫卫生的苦力。所以说就很霸占自己的妈妈。那女孩反过来女孩要霸占自己的爸爸，长大之后要嫁给自己的爸爸。
OK， 同时呢，对同性父母啊，他是有比较的矛盾的。你就比如说男孩，我想取代爸爸啊，娶自己的妈妈，那跟自己的老爹不就是成了情敌了吗？对吧？他就会产生一个叫做阉割恐惧，因为他能量还比较小，爸爸还是比较强大的，对不对？他老是怕，哎，他爸爸把他的小鸡鸡给割掉，对吧？情敌嘛，情敌之间的斗争。然后女孩子也很神奇，要长大之后嫁给爸爸，但是对爸爸的情感更矛盾，就是他对爸爸叫做阴茎嫉妒啊，你有小鸡鸡，我竟然没有，我很嫉妒你啊，这叫羡慕嫉妒恨。你会觉得啊，特别不可思议啊，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哎，但是呢，他的理论的提出跟他自己的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每一个人的理论当然是他自己亲身实践的，对不对？那弗洛伊德身上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强烈的恋父和恋母情节。他首先跟他的妈妈是恋母情节，他跟妈妈跟他的关系特别好，他对他爸爸的感情非常的冷淡，他爸爸非常严厉啊，妈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妈妈80多岁的时候，那个弗洛伊德每天还要去看望妈妈，去献一束玫瑰花，很强的恋母情节。那么恋父情节呢？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终身未嫁，追随自己的父亲，把精分传承下去啊！你像这个埃里克森都是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这就在他身上能够看到非常典型的恋父情节和恋母情节，对不对啊？那你可以自己经历的，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你大可以不相信他啊。你的信仰跟你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就像我一样啊，我其实并没有很强烈的这个恋父情节，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会更好，而且现在我也是生的闺女，我闺女感觉跟我的关系会更好一些啊。这个东西你没必要硬套上去啊，但是我们能够大概理解它的这个理论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恋父恋母情节，这不是为人伦所接纳的呀，所以这孩子会非常的这个内疚矛盾。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压抑下去啊，忘掉吧，或者是通过认同啊，这有一个关键词，后面我们会反复的提到什么叫认同啊？认同同性父母，对你的同性父母就是你的女孩妈妈、男孩爸爸，你是认可他的，你是尊敬他的啊，你是非常的追随他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以他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榜样。那女孩以妈妈的一个良好妻子、妈妈的形象作为发展的目标。那女孩用爸爸的父亲的形象、男子汉的形象作为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克服自己的这种很幼稚的恋父恋母情节。好，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获得性别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时期。那你如果说你的性别认同有一些问题的话，有可能是这一块出了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有些男孩子叫做妈宝男，对吧？那妈宝男的这种男生呢，他的性格一定比较阴柔一些，家里的是妈妈的地位比较强势，爸爸没有什么存在感，所以这个男孩子没有办法认同父亲，产生一个很正常的男性的性别认同，所以他的男性的气质在一块儿是受到压制的就比较阴柔一些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理论还是很好的去联系我们生活中的实际的。好，再往下看，继续生长，潜伏期6到11或13，这个是啥意思啊？什么叫11或13？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2年，女孩子11，男孩子13，这个时候不正好是上小学的时候吗？对不对？这个时候他的快乐区仍然是性器，但是你似乎看不到了，为什么？他被压抑了。上小学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学到这个年龄阶段，小学时期，它是各种东西的过渡，这一块它没有很强的波动，所以你看到风平浪静了。他这个时候小朋友呢不作妖了，干啥去了？因为他的利比多有地方去了，他开始上学了，开始写作业了，对不对？到了学校学习和大量运动的游戏中去。哎，我们说小学生如果老是出来作妖，那一定是作业布置的太少了啊，哪有精力出去作妖，整天在家写作业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一块有很强的一个性别的界限啊，尤其是我们那个时代，不知道现在怎么样，现在好多什么小学都开始早恋了，那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男孩女孩在小学的时候是界限分明的，中间要画一个3-8线的哈，尤其是你为了这个精神攻击、精神打击一个男生，我们经常会造谣说，哎呀，他喜欢谁啊？喜欢哪个女生？然后就没事就故意的起哄，那这个男生这个小男生觉得特别的羞耻啊，特别的这个不好意思，特别的丢脸啊。
就是他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等他长大之后，蓦然回首，发现啊，这个时候是他离女神最近的时候，出道即巅峰了，对吧？以后就注定了吃狗粮了。好，这是潜伏期，他的性本能看起来被压抑了被投射了。好，再接着往下看，又到了青春期了，11或者13，就是上初中开始了，到了一个暴风骤雨的青春期。青春期的各种中二病都出现了，也叫做生殖期。为啥叫生殖期啊？因为这个时候性本能是这个性冲动是成熟了你可以真的是恋爱、结婚、生孩子了。这个时候呢，出现第二性征，第二性征代表了你整个机体就成熟了。那青春期的到来唤醒了你的性冲动，这个时候不再是倒错的了，而是成熟的性冲动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任务是什么？青少年必须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表达它。什么社会认可的方式？你可以谈甜甜的小恋爱，对吧？可以找个人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把你的性冲动转化为社会认可的方式。好。那这个还有一个冲动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时候我要从父母那里摆脱，我已经成熟了，我成一个成人了，对不对？我摆脱父母的控制，很容易也产生冲动，这是跟父母的相抵触的冲动啊。好，所以说这一块有2个冲动，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是你的这个性冲动，另外一个从父母那里独立的这种冲动，独立冲动。OK， 让你的整个青春期都会过得非常的这个波荡不安。好，我们整个的用表格来总结一下，前面都是零散的文字，我们想要那个记住的重点都放到表格里边，也是4个关键点：发展阶段的名称、年龄跨度、利比多集中的区域以及它的典型特征，主要是表现出来什么样的快乐行为。你这一总结会发现，思路很清晰。口唇0到1岁就是嘴巴，这个时候快乐就是吸吮，对不对？它再延伸的特点就是这个孩子是物我不分的。那到了肛门期1到3岁，快乐的区域很明显是肛门，那这个时候快乐行为就是排泄，就是拉屎尿尿。你延伸一下就是爱赞赏的关键时期。那再往下3到6岁性器，到了生殖器，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恋父情节、恋母情节。你要去解释一下啥叫恋父情节、恋母情节。就是依恋异性父母，害怕并爱戴同性父母，这就叫做恋父恋母情节。好，那潜伏期6到11或13到小学还在性器，但是不再表现，而是压抑了下来，对吧？压抑了下来，你也可以接着说被你的利比多、你的能量投射到外部的学习和游戏中去了。那到了这个青春期、生殖期11或13以后，还是性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了。那么有2个冲动，一个是性冲动，一个是什么？和成人和父母的一种抵触的一种冲动。OK， 总结完了，对不对？很简单，其实背一点都不难就是我后面冲刺和强化和冲刺阶段有很多背诵的手段，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不要着急的把它非得去背下来，后面真的是稍微一背就记住了。我们这一块去理解。去找关键词，去理解关键词，会用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好，我们说完了弗洛伊德，对他进行一个班门弄斧式的评价吧，对吧？对老佛爷我们去稍微指点一指点。他有优点有缺点他为什么是一个个人魅力那么强呢？就是他的这个优缺点都非常鲜明。当一个理论、一个观点非常鲜明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受到人的关注。就越中庸的、越搅屎棍的一些东西，你越容易当做废话。像他这种的，你说一切都是性本能，所有的东西都是性本能，你很容易吸引人的眼球。所以优点呢，原创性高，影响力大。前面谁敢这样说？前无古人，没有人敢说所有的行为根源是性本能，人格的发展也是性本能的发展，没有人这样说过。所以原创性大前无古人。那影响力大呢？是什么？后有来者，后有一堆追随他的来者，对吧？他有很多的启示，就比如说亲子关系对孩子人格的成长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所以说，大家都很注重亲子关系，尤其是要孩子对你产生认同，你才可以帮助他性别化，才可以帮助他形成后面所谓的道德，对吧？这就是亲子关系非常看重。而且呢，对社会及科学是一大贡献尤其是对一些思想和文化是一种冲击。我们现在有很多文学作品，你比如说
那个电影《爱德华医生》啊，还有很多的那个意识流派的画呀、油画呀，对吧？还有文学作品啊，其实受他的这个潜意识的影响就很多，对吧？就会去剖析人的潜意识，影响是非常大的，叫做前无古人，后有一堆来者。那缺点是什么？科学性不足。很多人抨击他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理论，那没办法去证实，它是循环论证的，对不对？就是你说，你说你考研啊是为了追求高大上的东西，他告诉你就是潜意识里的性本能，你就是为了吃得更好，喝得更好，找更漂亮的老婆啊，那你不承认啊，他就说了，那你当然不会承认了，你潜意识的东西你自己意识不到，对吧？你越否定，代表了你的这个防御机制越强烈，那么越恰恰证明了你内心是这样想的，你怎么去辩驳？没有办法，它是一个循环论证的，对吧？所以说科学性不足，很难用实验去验证它。还有一点是被抨击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非常重视亲子关系、孩子的童年经历，但他恰恰没有直接观察儿童。那他对儿童的那些理论怎么来的呢？是根据他的病人、他的来访者的回忆。好多东西都是骗人的，对不对？哪怕你主观上不是撒谎，但是你很容易被歪曲、被引导。哎，我举个例子啊，它不是有一个前提假设吗？你很多的成人的这个癔症啊、神经症啊，都是来自于童年的创伤，尤其是性创伤。哎，那你比如说来访者来了之后，你让他仔细回忆童年有没有受过这种经历，他说没有。那弗洛伊德想，那一定是潜意识里边还没有暴露出来，各种引导你。然后多问几次，哎，引导出来了，有创伤，有性创伤，哎，立马这个验证了他的理论了。但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大人的一种什么被引导后虚构的东西啊，重建的东西，所以这个不好去说它，因为他没有直接观察儿童。除此之外，我补了一个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个案研究，它往往是通过一个病人就能著书著好多的理论。就是安娜欧，她这个追踪了这个几十年吧，写了一本书，书里边有很多他的理论。但是你这个是个案研究，而且是病人啊，对不对？能不能推广到健康人身上去啊？不一定啊。所以说，这都说明他的科学性不足。首先，他没有直接研究儿童啊，然后呢，他研究的这个被试量特别少，所以这也是一直精分被诟病的地方。好，那么接下来这是弗洛伊德。埃里克森来了，埃里克森带着他8个年龄阶段向你走来，并且一堆关键词，很多同学记到这里很崩溃你初学者先不用着急，非得把它记下来，你理解关键词是什么，对吧？啥叫自主啊？那啥又叫主动啊？它俩有啥区别呀？对吧？哎，什么叫做这个块怎么为什么2到4岁就有意志的体现呀？不明白。我给你好好的解释，咱们这一遍，你把每个词理解透了就行，后面了我们不断的巩固，就慢慢把它记住了。OK， 我们先来看它的基本观点。这个弗洛伊德他强调的是谁的发展？性本能，性本能主要集中在你的本我上，对吧？本我。而埃里克森看重的是现实，是自我的作用。他认为人格是有3个因素：先天的这个心理。先天的生物的，以及你内部的心理的，以及外部的社会的3个因素共同组成的。他把人的这个年龄阶段分成8个阶段，一直到你老死，从18到老年都这个补全了。他每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任务和人格品质这块我们来算一下关键词吧他这里边没废话，全是关键词。8个年龄阶段的名称，年龄跨度。对吧？每个里边有危机有克服的危机，有要完成的任务，要形成的品质，所以每个阶段是5个关键词乘以8你总共要记40个关键词，对吧？40个，这个记忆容量是很大的，远远超过了你的短时记忆的这个7+2的容量。所以你这块你要说上来我记崩溃了，这怪你吗？这不怪你。谁能一下子把40个关键词夸就记住？记不住的，对吧？所以一开始不要着急去记。好，我们看这个字儿的话，我还是觉得不够清爽所以我又给同学们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里边把所有的没用的东西都去掉了，大浪淘沙，全都是金全都是硬核的东西，并且我加了一个中心性问题，辅助同学们去理解这个年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有这些任务和品质，这是它的一个中心问题。
在开始讲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来提前说，这个埃里克森是师承弗洛伊德的，所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5阶段，在埃里克森这里边，你可以找到它连接的线索。有同学说看完之后就怎么可能会连接，对吧？那块讲那个口唇肛门，他这块讲信任和自主，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level 都不一样，一个生理的，一个非常的这个心理的，可以连接啊。所以我们先写上，弗洛伊德对应的婴儿期是什么？口唇。儿童早期是肛门，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的书上写上。学前期对应的是性器期，或者叫做前生殖期。学龄期对应的是什么？潜伏了啊，潜伏下去了。到了青年期对应的是什么？生殖，或者叫做青春期。OK， 这是5个时期，先对应上。那么你再看年龄阶段呀，你也不用专门的记啊，这个0到2、2到4、4到7、7到12、12到18，我们先记一个弗洛伊德的口唇期是多少？是0到1，对吧？你自己写上。肛门期是什么？1到3。那性器期呢是3到6。到了潜伏期呢是多少？6到11或13。那到生殖期11或13之后，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又专门记年龄吗？你看你的婴儿，这个婴儿期对应弗洛伊德其实就是+1就可以了。儿童早期在肛门期上+1，学前期在性器期上+1。那么学龄期7到12岁其实就是他的11到13岁之间取一个平均值，对不对？那么青年期就是先到18岁。这一块就直接对应上了前5个时期，不用专门的记，你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1直接演进过来就可以了。你只需要单独记一下儿童早期2到4岁这个特殊的时期，它这个婴儿期，这个叫学前期，这个叫学龄期，跟我们后面发心的书上对应的那个名称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唯有这个儿童早期跟我们发心书上不太一样，你就单独的记它就可以了。我们先解决前5个时期。前5个时期，那这一块呢，我帮助同学们已经把前面2个关键词搞定了，我们后面就是有3乘以8等于24个了，对吧？那你说后面的成年早中晚很好记的，对吧？成年早中晚18到25岁，25到50，你记这一个就可以了。25岁就是你研究生毕业的一个大概的年龄，那么之后乘以2，25到50，这是他的年龄阶段。剩下的前面的是早期，后面的是晚期，很好记，对不对？后面只剩下3乘以8等于24个关键词，怎么记？且听我给你编，对吧？怎么编啊？我给你融汇成一个人生故事啊。我们说要组块嘛，你这24如果零散的记，它远远大于你的7加减2。但是我们一个故事串下来啊，帮助同学们尽可能的把它做一个大的组块，讲一个人生故事。OK 啊，我们还可以配合搞笑图片。首先我们来看婴儿期0到2岁，信任对怀疑，希望的品质。我能信任他人吗？这个怎么去理解？刚生下来的小 baby， 他就是干嘛？要吃奶呀，对不对？要吃奶，完全是要依靠别人的抚养。如果这个时候父母给他的抚养是特别好的，他饿了给他喂奶，他冷了给他盖被子，他难受了抱抱他，安慰他，那这个时候他会形成一种这个世界是对我好的，对不对？我可以信赖这个世界的，我可以信赖真善美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那反过来，没人鸟你，没人爱你，没人疼你，接受的全都是负面的，你这个时候完全会怀疑，你们都不爱宝宝了吗？这个世界好黑暗啊，对吧？就会产生一种基本的怀疑。好，那为什么会形成希望的品质呢？对吧？你要想吃奶就有奶了，要想让人拥抱就有人抱你，要奶得奶，要抱得抱，这不就是想要啥就有啥？这不就是希望吗？对不对啊？这就是希望。你吃奶吃得好，就形成了信任感，就产生了希望的品质。好，那再接着往下走，儿童早期2到4岁。2到4岁这个时候主要干嘛呢？对应的弗洛伊德肛门期，他正在学拉屎尿尿呢，对不对？那这个自主我们换一个词，自理能力，自己这个走路啊，自己穿衣，自己吃饭，自己拉屎尿尿，叫做自理，我能独立行动，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体现意志的品质啊？我这个时候我可以自理啊，我不会这个什么，不会啊这个尿裤子拉裤子，这就是我最初的意志的体现啊。我不会这个，我会控制住自己，不会随地大小便，这就是人类意志的雏形，对不对？那你比如说，就包括吃饭也是这个样子的。对你来说，把这个勺子的食物放在嘴巴非常简单，对孩子来说，它就是这个挑战意志力的大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个勺子总会不听自己的话啊，这个手不听使唤，一会儿去脑门子上了，一会儿去肚子上去了，对吧？然后弄得乱七八糟的。当你学会了自理的话，哎，你就会体现意志。那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一吃饭动不动就把吃成这样，你妈看了之后绝对炸啊，炸了。然后你拉屎尿尿弄得这个整个墙上都是，发愤图强，你妈也炸了。那就特别会限制你的自主性发展啊，就是什么你都不要来，你听我的，我给你弄啊，你在那儿坐的乖乖的就行了，你坐在那儿张嘴吃就行了，你伸手穿衣服就可以了。所以它如果限制很强的你的自主性的发展，会让你感觉这个羞怯和疑虑。这养大的孩子，被保护的过多、束缚的过多的孩子，长大之后，他就是怯生生的啊，感觉没有自己的能量往外挥发，他就是那种很羞怯的感觉。好，这个就是儿童早期对应我们的肛门期。接着往下，4到7岁，学前期，哎，这个时候你已经各种机能发展得很好了，能跑能跳啊，这个熊孩子的能量越来越强，你开始发挥主动。那主动和自主，我问你谁的主观能动性强？主动性的自主能动性超级强，他可以主动的通过计划发起计划完成自己的目标，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说好听了的话，我通过计划啊，通过主动的通过计划完成目标，好听了的话是探索世界，不好听的话是毁灭世界，对吧？我想探索一下这个沙发里边的构造是什么，我想探索一下这个闹钟里边的零件是什么，拆开了之后合不回去了。对吧？你妈指着你说你要安好，若是便是晴天；你要安不好呢，啊，就是父母混合双打。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很容易通过你的自主性就把这个世界给毁灭了。你妈上来你就打你就揍你，那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什么内疚感？哎，这些事情不好的结局都是由我来造成的，就很内疚，对不对？就很内疚。OK， 那怎么能联系来弗洛伊德的这个性器期呢？怎么联系起来？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这样去解释。如果孩子能够主动的把不为伦理所接纳的恋父恋母情节，主动的当做一个目标去克服掉它的话，怎么克服啊？在游戏里边玩过家家，对吧？或者认同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当成一个目标，能够克服掉它的话，你就不会内疚了。否则你就会非常内疚啊！我爸对我那么好，整天想着弑父，对吧？整天想着谋权篡位啊，你会很内疚的。好，这是学前期，再往下学龄期，上小学了，对吧？正好7到12岁，这上小学5、6年，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不那么轻松了啊，在勤奋的学习呢，作业一大堆，作业都写不完，还作什么妖呢，对吧？非常勤奋，而且你学校里的开的每一个学科都是针对性的提高你的各科的能力的，语文、数学、体育、英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疯狂的在家写作业，哎，这个时候你的就会出成绩、出分数，你会各个成绩都和邻居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去比不过就会很内疚，是不是啊？比不过就会很内疚。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比较受老师的这个夸奖、父母的认可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么强的一个自卑情节了。好，那再接着往下看，12到18岁青春期了，它叫青年期啊，我们就按照它这块写，叫青年期。这一块呢，如何对应弗洛伊德的生殖期啊？你说这个学龄期，对吧？学龄期孩子这个利比多这个投射到学习中去了，所以我勤奋啊，我这个培养各种各样的能力。那青年期这一块人家说的是建立自我同一性，而弗洛伊德说的是什么？还是性本能啊，这个什么2个冲动，一个性冲动，一个独立冲动。而在这一块，埃里克森确实和弗洛伊德有一些分道扬镳了，对吧？他这个时候开始考虑一些人生很深奥的哲理问题，而不简简单单是生理问题了。什么哲理问题？哲学3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哎，这是哲学3问。同学们，你能不能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大概比较明确的回答，
哎，这代表了你有一个稳定的自我同一性，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比较稳定统一的发展，而不是割裂的啊。就比如说过去什么样子啊，我不了解，就是个小屁孩嘛，懵懵懂懂。那现在呢啊，浑浑噩噩啊，现在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呗，对吧？那未来呢，迷迷茫茫，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哎，就是这样混日子，像咸鱼一样。那说明什么？同一性就混乱掉了。很多青少年都是这样子的啊。你像徐凯文老师提出来的空心病，就是生活没有意义，不知道未来要干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对吧？你连自己喜欢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强的同一感混乱，一个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你知道你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你现在喜欢什么，擅长什么，追求什么，那么未来我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都有一些答案。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能说我有自我同一性。哎，那这个品质是忠实，怎么理解这个忠实，或者叫做忠诚？这个忠诚跟我们传统意义的忠诚不一样，不是忠于人民，不忠于党，而是忠于自我。什么叫忠于自我？我能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德行的人，对吧？我的优点，我的缺点，对吧？我既能够发扬我的优点，又能够弥补我的缺点啊，也可以接纳我的不完美，然后扬长避短的在这个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这就叫做忠实，对吧？不会因为你太怂了、太衰了而放弃自己，而妄自菲薄，也不会因为你啊这个某方面的优势而狂妄自大。这就叫做忠诚，懂了吗？啊，这就叫忠诚，很哲学的问题。这一块我讲了，你能理解就行，不用去背诵它，你能够把关键词记住就行了。这一块你想，如果考大题，你写了那么一堆了，你还用展开解释吗？对吧？不需要了。所以你能理解，对自我忠诚。好，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那为什么埃里克森在这块和弗洛伊德就分道扬镳了呢？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系。怎么这么重要的自我同一性就是埃里克森提出来的呢？是因为他自己在青春期经历了一次非常强烈的同一性危机啊，跟他的身世有关。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啊，他那个渣的生父 without 了，消失了，对吧？谁知道是死了是跑了，对不对？那这个他妈妈就找了个接盘侠，他的养父啊，养父喜当爹。但是埃里克森不知道，他从小就认为这是他的亲生爸爸。然后到了青春期，会发现哦，自己的外貌已经就长得比较成熟了，方方面面都跟自己的爹不一样，头发颜色、瞳孔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他经历了一个很强烈的认同感危机。你想，他连他自己的出生他都不知道，都搞不清楚，他怎么样去形成稳定的同一性呢？自我同一性呢？对吧？他经历了危机之后，而埃里克森呢，把这个危机变化为转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句话真的不是鸡汤。你经历过苦难，你会比别人思考的更多，对不对？他不经历这个危机，他能提出来自我同一性吗？可能性很小，对不对？所以当你感受到人生不公平、不幸运或者是什么很大的矛盾纠结来临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这是你快速成长并且沉淀你的人生阅历的一个最佳时期。好，那再接着往下走，18到25岁，成年早期，这个时候开始上大学了，对不对？上研究生，哎，开始完成什么任务？亲密，形成爱的品质。同学们，问问你自己有没有完成人生的任务啊？不要觉得很扎心啊。这个时候的爱就是找爱人嘛，找自己的亲密爱人，完成自己的亲密的任务啊。那我为某种亲密关系做好准备了吗？哎，这个时候亲密和爱你也不一定非常狭隘的，一定是这个谈恋爱，是吧？你在你的好基友、好闺蜜身上也有可能会找到这种亲密感啊，就解决了。甚至有这个同学，这个养个猫、养个狗啊，也会有这种亲密感啊，视作自己的亲密爱人啊，也可以。所以说只要用各种形式能够克服孤独，哪怕你用一个充气娃娃呢，也可以，对不对？你只要不孤独就可以了啊。那这不要去抱怨的一个人孤独的吃着狗粮，感受到人家恋爱的酸腐气啊！你自己想办法完成你的亲密关系。好，那到了成年中期，25岁到50岁，繁衍对停滞，体验着关怀的实现。哎，这个时候有同学就急了，老师，这个刚到25岁就催婚啊，就催生啊！我还没结婚呢就催生就要繁衍了。好，这个繁衍从狭义上理解是可以理解为生孩子，广义上繁衍不只包括生孩子。哎，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当你感觉到有些东西在传承，你的生命结束了之后，你的东西还能留下来，还能传承，还有痕迹的时候，这个就叫做繁衍感。就比如说作家写一部作品啊，我写小说，然后呢，这个画画家画一幅画，然后一个创业者开一个公司，他们都可以去形容啊，这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对不对？在这些伟大的可以传世的作品中，他们依然感觉到繁衍感。我死了并不是一了百了，对不对啊？这个就叫做繁衍，不只是通过生孩子。但是你看来看去，当你的人生经历过，就比如说中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生孩子是最简单的繁衍方式，是最简单的获得繁衍的方式，对吧？你真正有几个人能留下来传世的啊？你死了之后还能传承下来的东西呢？对不对？你试问一下你就知道啊，原来生孩子是咱们普通人一条这个大部分人的选择。好，那停滞是什么？你感觉生命有限了啊，到了中年会知道，就很多机能都衰退了，要死了。但是你死了之后，你家的矿、你的皇位、你的支付宝、你的蚂蚁、花呗这些账号都没有人继承，那就是什么？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就没了，对吧？就人生是停滞的，这种停滞会让你感觉到绝望，尤其是到了中年之后，事业就是一眼看到头了，要退休了，你每天就像重复一个循环一样，就没有延伸性，这种感觉是很绝望的啊，这种很不舒服的。那这种关怀呢，上有老下有小，哪怕没有下有小吧，你中间还要对社会，你要付出你满满的关怀。好，接着往下，成年后期就是晚年哈，他到了这个老年期，他50岁以后就算了。这些年龄的划分跟我们发心现在划分的不一样。你想得美，你50岁当老年人，是不是？现在都延迟退休，要65岁才能退休啊。等我赶上退休的时候，难道要延迟到70岁吗？就感觉怎么也赶不上我的理想退休的生活了。好，50岁是他那个年代的。那完善对失望，然后形成智慧的品质啊，什么意思？你人生这个快要过完了，那这个时候回顾你的人生，你会发现，哎，我没啥好遗憾的，我没有因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也没有因为虚度时光而感觉到悔恨。我该吃的、该玩的、该实现的梦想、该娶的老婆、该嫁的老公都做到了，对不对？我觉得人生是完善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形成智慧。什么是智慧？这是经验的结晶，是晶体之力啊！就是你有人生的很多的阅历啊，你没地儿发，你就写一部自传，把你的人生的智慧传承下去。那反过来呢？后面没跟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青年啊，这个成年早期亲密对孤独，哎，这个是你的繁衍感，成年中期。那么接着成年晚期呢，就是老年期。当你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失望？哎，一幅图片就足以，这就叫做失望。人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结果你会发现你的周围环顾了一堆绿帽子，你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啊，你这哪是失望，你是绝望啊，气得一命呜呼，对吧？这就是这种失望和绝望，你再也没有办法弥补了，因为生命将至了。好，我们讲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你的人生过了整个的自己的人生很丰富、很热闹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生阶段，埃里克森已经给大家找出来了你要完成的任务，咱们每个阶段好好的去完成这个争取我们过一个非常充实的、丰满的毕生发展。那我们学完之后呢，这两个理论既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妨放在一起做一下比较，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曾经就在一个312的综合大题里头去考过，所以我们还要重新的去梳理一下，这是个很重要的知识点。首先区别，你不要看他讲那么多，其实画出关键词很好去理解。弗洛伊德我们前面说了，强调的什么本能，非常看重亲子关系，他认为人格的发展就是受亲子关系的影响很大，所以就局限在这个三角关系上。那么特别强调早期经验在人格形成的作用，这就为什么18岁之后他不再研究了，因为他认为定型了，对吧？早期经验，所以3个关键词：本能、亲子、早期。那到了埃里克森就是完全对应的，我不研究本能，我研究自我，我看重现实，对不对？把个体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你要繁衍，你要关心
这个社会，对不对？然后你要总结智慧，那这些东西都跟其他人、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重视社会文化对人格发展的影响，认为人格发展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所以它分到了8个阶段，到你老死。我们总结3个关键词：自我、社会、渐成或者叫做毕生。因为对应那个早期，所以说区别就是咱们3个关键词的区别：本能、亲子、早期、自我、社会和什么毕生，很好记。那么第2点呢，就是一个废话。弗洛伊德分了5个阶段到青春期，那么埃里克森毕生发展8个阶段，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废话。那么联系呢？联系也特别简单，就一句话：埃里克森，你再怎么蹦跶，你也是弗洛伊德的继承、扩展和修正。我前面已经给大家做联系了，对不对？为什么一开始的这个婴儿期就对应的这个口唇期啊，这都要通过吃奶获得这种安全感，对吧？好，这是理论的有个直接的继承、扩展和修正。但是你要看到埃里克森他更多元的一面，就是他认为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维的，而是一个2维的。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说这个随着时间，埃里克森认为这个8个阶段一定会随着时间往下走，对吧？往下走，并不会因为你这个时期你发展不好你就不走了。这是纵向的这个维度一定会走。那么横向的这个维度呢，是每个阶段的他完成的任务、克服的危机。如果你在这个维度上完成的任务比较好，克服的危机比较顺利，那么你的人生的质量就会达成的比较好，对吧？所以说纵向维度一定会往下走，那么横向维度是决定了你往下走的生活质量的问题啊，大概理解就可以了。好，这就是他们2个的区别和联系，字儿很多，我们自己做缩写。好，我们讲完了那个精分来行为主义，这2个都是2大势力啊，彼此之间势力就是不分你我，谁是第一势力现在还有争论。但是行为主义同样的，它这个也不差比起来精分，它的影响力也不差。行为主义也是因为自己的观点鲜明所以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学科。它的观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它正好跟精分看起来是互补。你搞玄学，我就搞科学，对吧？你搞的这个神叨叨的，我这块搞的冷冰冰的。那行为主义是华生是创始人，华生在1913年出了一个这个论文，叫做《一个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那我认为华生的眼是一个半盲的，他捂住一只眼睛看世界，看心理学。那这个他的基本的假设是什么？是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后天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有个公式 S2 所学习的，对吧？你巴甫洛夫不是用条件反射来研究狗吗？你吃食的时候我就给你晃铃铛，结果呢一晃铃铛这个狗就流哈喇子。那么人比狗高级不到哪去，我也是 S2 塑造的，对吧？你说人的情绪是不是比较高级？我通过 S2。有一个很经典的实验，你一定要知道，叫做小阿尔波特恐惧情绪形成实验。这个实验就完全是通过条件反射来操作的。这个小阿尔波特呢，特别喜欢小兔子小兔子那么可爱，谁不喜欢小兔兔呢？对不对？他在就是玩小兔子的时候呢，每次阿尔波特跟兔子玩耍的时候，这个怪叔叔华生就非常阴险的拿着一个锣，在小阿尔波特的耳朵上哐一下，猝不及防的敲一声，这个小朋友就被吓得哇哇大哭那时间这个次数久了之后呢，这个阿尔波特再一看见兔子，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之前就会感觉到很恐惧，莫名其妙很恐惧，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条件反射已经形成了，看见兔子就会产生恐惧情绪了。那么后面更糟糕的是，恐惧情绪还泛化了，凡是有毛的东西他都害怕，甚至是圣诞老爷爷你可以知道西方圣诞老爷爷对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是他童年的神，是不是？所以这个实验呢，现在还能做吗？违反伦理，对小孩子的心理极度不健康。为什么小阿尔波特拿来做实验了？因为他是个孤儿，对吧？是个孤儿。这个实验虽然是很有科学道理，但是为人伦所批判。好，这是他的假设，对不对？我刚才说了，他是一个捂住一只眼睛看心理学的，所以他的基本观点呢，虽然发心里边是1、2条，我建议按普心里边记，有一个口诀：3主张，3反对，对吧？这一块的观点你不用再重新记了，
你就按照那个口诀，3主张3反对。主张研究行为，对吧？外显的行为我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而你内在的意识我什么都看不见啊！我研究你那个干嘛？主张研究行为，反对研究意识。那主张呢？主张是环境决定论，主张后天因素，反对先天因素，就是完全否定遗传的作用啊！这个华生那个牛逼吹的老大了，给我一打孩子，我可以随意把他培养成医生、法官、流氓、小偷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很明显吹牛吹大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夸大了后天环境教育的作用，而完全否定遗传。他说以后的教科书里头就不要出现遗传这个词儿了，是不是啊？这是主张后天，否定先天。好，那接着还有一个主张和反对，那就是研究方法。我主张用实验法，反对用内省法。实验法我要做一切的这个行为实验。哎，所以说3反对3主张，你记住这个就行了。再来一遍啊！主张研究行为，反对研究意识。主张这个主张是后天因素的影响，而否定先天因素。那再主张什么？主张用实验法，反对用这个内省法。那评论是什么？很明显，你捂住一只眼睛就太偏激了，对不对？只能解释一些低级的心理过程，再复杂的一些心理机制，你可能就搞不定了啊。But 后面是优点。行为主义它虽然很偏激，但是它特别严格的科学取向，帮助我们心理学往科学的角度上大大的迈进了一步。这个精分老被别人诟病什么不科学啊，搞得这个玄乎乎的、神神叨叨的不科学。那么行为主义就一切我都用实验法，所以它是这个非常严格的科学取向。好，评价好的就是什么严格的科学取向，这个缺点是太偏激了。接着再往下，只是华生他作为创始人啊，接着到了斯金纳和班杜拉这2个人，到了斯金纳这一块呢，就考察在发心里边多起来了，因为他的这个理论呢，就很能来解释一些小孩子的行为的塑造，以及学校或者这个父母对孩子的一种行为的培养。那斯金纳这里边有2个关键词，你要知道，一说到斯金纳，你赶紧条件反射的想起来。一个是操作性条件反射，一个是强化，这是他理论里边最重要的2个关键词。它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什么？就是人呢，除了这种经典的 S2的条件反射之外呢，还要很多是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来学习的，是 RS。S2是什么呢？是被动的，是应答的。你像狗一样就在蹲着，你来给我喂吃的，我就流哈喇子。那我们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是什么？人或动物要主动的发起来这个行为，为了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结果，要主动的发起行为。就像他的这个斯金纳箱一样，斯金纳手工达人，不止学习是学霸，特别擅长于做手工。他给自己的精灵小白鼠打造了一个小宫殿啊，把小白鼠养进去。哎，小白鼠进去了之后，眼就急了啊！你这是要饿死我呀！这里边没有这个喂食的东西，你也不喂我吃。它在里边很着急。我一不小心呢，按到了杠杆，哎，一按杠杆呢，一颗食丸就滚下来了。哎，小老鼠一看，哎，花样还比较多，原来是让我自取自助。那这个小白鼠一饿就干嘛？就主动的去按杠杆，那么就会得到这个吃的，对不对？因为我得到了吃的，所以按杠杆的行为就比较多。我一饿就疯狂按杠杆，对吧？这就叫做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如果换成斯金纳的狗在里边，那指定得饿死。因为你没有给我刺激啊，对不对？好，那这个操作性条件反射是什么？要记住它，一种行为的结果改变着该行为发生的频率的学习机制。好，我们引申到生活中去。我再举个例子，就有些熊孩子啊，在家就特别喜欢用哭来胁迫父母，但这个哭呢，就是对父母来说，就是你做的也不无辜，你是反向培养了孩子。他知道哭是有用的，对不对？他一哭一闹，你就满足了他的要求；一哭一闹，你就满足了他的要求。那孩子很聪明，不多2次他就知道，哦，原来哭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这种哭的行为就被大大的强化了，是不是？我哭其实是干哭不掉泪，毫不走心的哭，但是我就是为了用我的哭来操作你，来完成我想要的一个什么结果。纯粹的心机婊，纯粹的心机 boy， 是不是？操作性条件反射。好，那他强调
这个什么强调塑造、强化与消退、及时强化等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后面来说。这个里边有个关键词，就是强化。什么叫强化？它和惩罚是反过来的。所谓的强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们平常老说的奖励，对吧？感觉强化太非人化了，你把它当做奖励，就是提高一种行为发生的频率。我们想看孩子的一些好的行为，想让他保持，想让他增加，我们就用强化。强化又分为两种，正强化和负强化。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同学把负强化等同于惩罚，大错特错。我们要知道，负强化也是强化，也是为了提高行为发生的概率，而惩罚反过来，它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行为发生的频率，就是不好的行为呗，对吧？我们通过惩罚，所以说负强化它也是一种奖励，懂了吧？我给大家举例子就懂了。正负的差别是什么？正是要加入一个刺激，加入什么刺激？加入积极刺激。然后为了提高你的行为发生的概率，那负强化呢？撤销一种刺激，撤销什么刺激啊？一种消极刺激，你讨厌的东西啊，才能够提高你当前行为发生的概率，是不是？它俩的目的都一样，只是操作手段，一个加入积极刺激，一个撤销消极刺激，懂了吧？再举例子，哎，就比如说这个。最近你学习特别努力啊，你考的成绩很高，你妈为了奖励你，给你买了个表，你特别开心，你还想要个电脑，你就更加努力的学习，这不就是妥妥的正强化吗？啊，那个表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积极刺激的加入。那反过来负强化是什么？哎，你最近学习特别努力，考得特别好，哎，拿到一个100分回家了，你可以小人得志的在家嘚瑟2天啊，碗也不用刷了，地也不用拖了。家庭地位直线提高，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妈也不打你了，也不骂你了，这很明显是吧？你不用做家务了，你社会地位提高了，这就是一个厌恶刺激的排除。那么你下次为了巩固、保证你的这个家庭地位，你还得拼命的学习，保持好成绩，是不是啊？这个叫做负强化。那反过来惩罚，就它是为了你的行为不好，我想让你降低。那它其实严格来说，是不是也可以分成正和负啊？啊，大家举一反三的去学。那正惩罚是怎么来的？负惩罚怎么来的？大家先自己思考，什么叫正惩罚？你这次啊，这最近老是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啊，结果你妈跟你爸混合双打，揍你一顿，哎，这个时候你不敢玩手机了，这是正惩罚。那负惩罚是什么？没收你的手机，没收你的电脑，把你的积极刺激给你撤销掉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啊，你没得玩了，你只能好好学习了啊，是不是？这个叫做负惩罚。如果严格来区分的话，奖励和惩罚都可以分为正负的啊，都可以分为正负。OK， 它还有一个基本观点，行为是由强化刺激控制的，它非常注重强化，对不对？就认为小孩子的好的行为，你就必须强化，行为不强化就会消退，强化要及时。这个小朋友好不容易在家认真的学习2天啊，如果你视而不见，没有给他做任何的区别性的对待，那么这个小孩子很可能，这个好好学习的这种行为稍瞬即逝就没有了，对吧？或者是他这2天表现很好，结果你下个星期才反应过来给他奖励，晚了，对吧？晚了，不好意思啊，也没有巩固了。所以这个斯金纳就特别重视这个东西，一定要及时的充分的给他一个明确的强化。好，那再接着往下怎么评价它呢？非常实用，对吧？我举的那些例子啊，你用哭声操作，爸妈，那你这个奖励惩罚，这我生活中太多了，育儿里边甚至大部分都是这一套啊，都是这一套，所以非常实用。然后还有育儿箱，就是斯金纳就是手工达人嘛，不止给自己的小白鼠做了一个斯金纳箱，还给自己的女儿啊做了一个育儿箱啊，就育儿箱里边它一切的空气啊、湿度啊、温度啊、保暖性啊、这个舒适度啊、娱乐程度啊都做得最好，让自己的闺女在这个育儿箱里头长到11个月啊才出来。然后呢，就是认为这个它以后的很多美好的品质就打下了基础。那很多人就认为，你就等于把它养到温室里头啊，那外界的刺激会不会对他来说不适应啊，对吧？那斯金纳说啊，你多虑了啊，也是证明他女儿发展也是不错的。他有什么样的借鉴？就是我们当前，你比如说每个父母在迎接孩子之前，都会给他提前布置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婴儿床啦，或者是一个小房间啦，其实一样的思维，就是让他后天的出生的一切的环境都是最优的、最舒适的。行为矫正，对吧？惩罚还有奖励，就是矫正你的坏的行为变成好的行为的。好，教学机器和教学程序啥意思啊？其实很简单，你看着它很高大上。点读机大家玩过吧？哪里不会点哪里，做完一道题一点，立马这个机器人就给你反馈了 ，Great, good job， 对吧？马上给你一个强化，告诉你不错，继续保持。做错了，马上告诉你啊，好遗憾呀，下次继续努力，是不是啊？这就是教学机器啊，没有什么特别高大上的。好，这是对它的评价啊。再接着往下，班杜拉。班杜拉其实他的理论看起来已经不太像行为主义的什么 SRRS 了，就是他这个里边已经有了很心理的东西啊，它叫做社会认知理论，或者叫做社会学习理论，或者叫做观察学习理论，都是它。大家不要换名字就不认识了啊。班杜拉我们在普心里头学它的自我效能感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在这里头也有一个就是观察学习，它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啊？先了解。班杜拉认为人的行为变化不只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而也不只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内外相互作用的。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外显的行为和你的外部的刺激以及你内部的因素，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啊，相互作用。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交互论者，交互论者，内外都会起作用。好，他认为儿童大部分的学习是来自于什么？观察或者模仿。好，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华生认为学习主要是通过什么？经典条件反射。斯金纳呢是操作性条件反射。到了班杜拉呢就是观察和模仿。所以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什么学习啊？观察学习，关键词就来了。那么这一块基本观点我们怎么记？什么是观察学习？观察学习的过程，观察学习的分类，通过这三个点啊，在这里，通过这三个点把它的基本的理论给记住。概念、过程还有分类，观察学习就是一种示范学习或者榜样学习。这个我们教学中也经常应用。我们树立一个典范啊，你看人家啊怎么样学习多努力，然后呢，像前面我把斯金纳就立成一个典型，他是怎么考上的哈佛的研究生的啊？我们去向他学习，对吧？观察他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及其结果进行的学习。哎，有一个同学看了之后很开心啊。哦，原来蹲在那里看别人就可以学习，太神奇了，是吧？我就蹲在这里看别人，不是单纯的看，这个观察并不是不带脑子的看。你要知道，这个观察里边要有注意，要学习，要有记忆的提取，甚至还有动机，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只是蹲在那里看，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里边呢，你确实不用直接做出反应，也不必亲自体验强化，是通过替代强化、间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它要进一步的解释。谁做直接的反应、直接体验强化？是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他们得亲自来。而我们观察学习高明在哪里啊？有的时候你不必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必经历一遍人生才能总结出来人生的那些大道理，对不对？我们看别人的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学习不是简单的观察，要有4个步骤。首先注意是什么？你要努力的学习，是吧 ？Please attention， 你不好好的听课，你怎么能学得会呢？是不是？所以说第一个你要注意，把这个学习过程给学完，保持就是记住了，记到你的常识记忆里边了。动作复现就是你还能够回忆出来、提取出来。你记住了，下次提取不出来啊，也干在这里了。好，那前面的3步就是代表你学了，你记住了啊，你还能提取出来，这就代表你学会了。但是你学会了，不代表你就真的会表现出来，还有一个动机过程，它很重要，它决定你要不要把学到东西真正的表现出来。我举个例子，就是你看到小明扶一个老奶奶哈，老奶奶走在路上，扑通一声摔倒了，那小明赶紧去把她扶起来了。那扶起来了之后呢，老奶奶事后感激他，对吧？给他写表扬信，然后把他树立为正面的代表，大家都宣传他。那你这个时候，你下次你也乐意这样去做啊？这个老爷爷摔倒了，你就去扶他，是不是？动机保持住了。那如果反过来，这个老奶奶扑通摔倒了，这小明赶紧去扶他，
哎，结果小明后面赔了10万块钱，对吧？赔了10万块钱。那这个时候，我的天哪啊，这个动机就会大打折扣。你说你不会助人行为吗？我助人行为大道理，人生大道理懂得比谁都多，但为什么不做？动机受到了这个贬损了，是不是？我一看我的银行余额啊，我做不起，对吧？太贵了，那动机受到了这个贬损，你也有可能前面学习到的东西不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观察学习，你不要忘记，除了观察人家的行为，还有结果，这2个关键词必须都有的啊，必须都有的。好，再重复一下4个过程：注意、保持、动作复现，再来一个什么动机。好，那接着往下我们来看强化，它把强化分成了3类。直接强化就是前面的这个这个斯金纳说的啊，操作性条件反射。我一个行为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我的行为就一定会提升，这个是直接强化。亲自感受，就像小明扶了老奶奶得到了夸奖，下次我还扶。替代强化啊，你这个时候不必亲自去了啊，也不必亲自体验强化，看到了小明，收到了表扬，我觉得我也不差，我也可以，我也行，是吧？我也去了啊。然后自我强化是什么？没有外在的东西，没有人夸你，对吧？也没有榜样来在这儿给你替代强化，自己内心戏要足。当你达到自己的标准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夸奖啊！你棒棒哒，你真棒，是不是？就比如说我们的考研学习，真的是一个漫长的需要自我强化的过程，没有人盯着你，是不是？没有老师盯着你，这也不是说父母强逼着你去考的，很多同学都是自愿的，所以内心戏一定要足。今天学得好了，该给自己加鸡腿加鸡腿，该鼓励自己鼓励自己啊！要学会自我强化。好，那再接着往下看，给他一个评价。他的评价就是他特别重视社会学习，所以他叫做社会认知理论啊，对不对？他特别重视社会学习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呀，你这一块就是你记住观察学习的概念、过程和分类，你可以一劳永逸的把这些理论搬到后面各种的心理现象的社会化中。就比如说性别社会化啊、侵犯、利他、道德，你都直接可以用社会学习理论。连一个字都不用换，搬过去就行了，是不是啊？你说这一块学了之后，性价比超高的同学们啊。好，再接着往下看，就是啊，当你啊，就比如说你家的狗狗特别喜欢扒垃圾桶这种坏行为，你又不舍得打它，怎么办？用观察学习，对不对？用观察学习啊，就是给它一个玩偶啊，揍一顿啊。这个时候这种一顿操作猛如虎，下次你家的狗狗啊看到垃圾桶都会瑟瑟发抖啊，怎么会去扒垃圾桶呢？对不对？我们要学以致用啊，杀鸡给猴看。好，那我们最后再来一个这样的啊，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总体性的评价也很重要，它可以结合教训来去考一些孩子行为的塑造的啊一些现象。就是观察学习，它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其实是非常大的。它有一句最经典的一句话，我们也都知道，叫做“身教大以言传”。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和这个老师都反过来，整天唠叨，你要怎么样，但是自己却不去做这个榜样去，对不对？那什么，你就比如说这幅画，你怎么样鼓励你的孩子读书啊？你自己要拿起书来。很多家长，尤其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哎呀，自己看到书就头疼，整天在家里玩那个手机啊，整天看抖音和这个快手，脑子都被手机吃掉了。但是对孩子的要求却很严格啊，要求孩子一会儿都不能这个停下来啊，就像学习机器一样，一定必须好好学习啊，手机没收，电视不给开，对不对啊？结果自己在那儿刷手机，要求孩子在那儿坐着学习。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对不对啊？就是要求孩子当学霸，那自己是个学渣，还美名其曰啊，我从小就是吃了学习不好的亏，我不能让孩子再吃了，这简直就是不要脸。你基因没有给人家遗传好的，然后呢榜样也不给人家树立啊，内外因素都不给人家，还让这个孩子要变态的要求他成为一个就只知道学习的人啊，你就可想而知，孩子不但学习不好，他的心理还会有问题。是不是？这就是他完全不懂什么叫做以身作则，对不对？好，他有很强的这种理论价值，大家可以发散到很多的教育事例中去。但是呢，它本质上它虽然叫做社会，叫做认知，
它本质上还得分在行为主义，老老实实的归在行为主义。为什么？因为它虽然很重视认知，但是它还不够认知，因为没有做充分的讨论，对吧？而且没有做什么特别多的实验去验证它的认知的过程。他也做实验了，比如说殴打充气娃娃，来看侵犯行为的观察学习。我后面会给大家讲，在侵犯那一块讲。好，那这一块呢，他虽然做了那种实验，但是他没有对认知做一些实验。学完谁的，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够认知了。学完皮亚杰的，你就知道班杜拉在皮亚杰面前还是个弟弟，是不是？因为皮亚杰带着他的认知发展理论来了，向你走来，而且特别难，你才知道啊，什么叫认知，心服口服。